我常听人说，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，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可现实中，有多少人因为处理不好婆媳关系而痛苦不堪？今天，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亲身经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凭什么把我妈赶出去？这些都是她应得的。丈夫赵明怒气冲冲地冲我大吼，脸涨得通红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中紧握着那本记录随礼的本子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婚礼才结束3天，我们的新房就变成了战场。我没有赶他出去，我只是想弄清楚，为什么所有的随礼都被他收走了，而且最后的酒店账单还要我来付。我尽量保持冷静。婆婆站在儿子身后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儿媳妇，妈没有贪你们的钱啊，这些钱都是要给你们的，我只是先帮你们收着。那为什么昨天我问你要随礼清单时，你说随礼只有5万，而实际上至少有15万？我直视着婆婆的眼睛。还有，为什么酒店打电话来说最后的尾款3万8还没结清？而你明明收了我给你的20万办婚礼的钱。赵明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本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婚礼才刚结束，你就开始算计我吗？我冷笑一声，算计？那好，我问你，我们的婚礼为什么会突然从原来说好的10桌变成25桌？为什么多出来的这些客人，全都是你们家的亲戚？而且大部分人给的随礼都不够1桌的钱。婆婆急忙插嘴，那都是亲戚啊，难道不请吗？再说了，亲戚给随礼多少是他们的心意。心意？我站起身来，从包里拿出一叠纸，这是我做的统计。我们请了25桌，按每桌1200元计算，总共花了3万，加上其他开支，总共20万。我加出了一半，给了婆婆10万，我自己又给了10万。而实际上，我们一共收到随礼15万多，其中我这边亲友给了8万，你们家只给了7万多，而且还包括很多人只给了200元的。没等我说完，婆婆突然坐到地上，开始嚎啕大哭。我的天啊！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？结个婚就开始算计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赵明立即跑过去扶起母亲，妈，你别激动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然后转向我，眼中充满怒火，林小雅，你太过分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过分的是谁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婚后第1周的周末，本该是新婚夫妻甜蜜的时光，我和赵明却因为婚礼随礼的事情大吵一架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怀疑我妈侵吞了我们的随礼？
赵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不是怀疑，我是确定。”我冷静地说：“婚礼上有184位客人送了礼金，按照我的统计，总金额应该在15万以上，而你妈说只有5万，这中间差了10万。你说这钱去哪了？”赵明一拳砸在茶几上：“你有完没完？刚结婚就这样斤斤计较？你是嫁给我，还是嫁给钱了？我不是计较钱，我是在乎诚信。”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，不要颤抖。婚礼是我们2个人的，随礼也应该是我们2个人的。为什么你妈要全部拿走？而且还要我出钱结清酒店的账单？赵明冷笑一声：“我妈操持这场婚礼累死累活，收点辛苦费怎么了？再说了，那些都是我们家的亲戚，随礼当然该我妈收着。辛苦费？我觉得好笑。婚礼策划公司收了5万元，婚礼当天所有事情都是他们在做。你妈除了坐在主桌上吃饭，还做了什么？至于亲戚的随礼，那也是给我们新人的，不是给婆婆的。你……”赵明指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赵明去开门，发现是他妈妈来了。婆婆一进门就看到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，立刻问：“怎么了？这是吵架了？”赵明立即告状：“妈，小雅说你拿走了婚礼的随礼，还怀疑你动用了婚礼的钱。”婆婆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然后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：“我这是为了谁啊？不都是为了你们吗？那些钱我还没顾上清点完呢，怎么就变成我拿走了？”我冷静地问婆婆：“那请问随礼的钱现在在哪里？”婆婆支支吾吾：“在我家里呢。我这不是怕你们年轻人乱花钱吗？想着帮你们先存着。”我笑了笑：“那您准备什么时候给我们？等你们要用的时候再说嘛。”婆婆勉强笑了笑：“小两口刚结婚，该有的东西妈都会给你们准备的。钱放我那里不也一样吗？”我看了看赵明，他居然一脸认同的点头。那好，我说，我们现在就需要钱，因为酒店的尾款还没结清，他们已经打电话来催了。婆婆明显慌了神：“这不是你们已经付过了吗？我给了您20万办婚礼，您说够了，但现在酒店说还有8万没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婆婆脸色一变：“可能是他们算错了吧？我去问问。”不用问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我已经让我爸去查了酒店的收款记录，确实还差8万没付。另外，这是我统计的随礼清单，总共4万，而不是您说的5万。婆婆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
赵明看着我手机上的清单，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这不可能吧？妈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婆婆急忙辩解，我没仔细数，可能是记错了。再说了，妈拿着钱也是要给你们的啊，又不是我自己花了，是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对账单。那请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婚礼第2天，您的账户就进账了12万？这不正好是随礼和婚礼预算的差额吗？婆婆瞪大了眼睛，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。你竟然调查我？我没有调查您，是您儿子让我查的。我看向赵明，他愣在那里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其实，婚前赵明就隐约告诉过我，他妈妈在金钱上不太靠谱，让我多留个心眼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会做得这么过分。气氛一时间凝固了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眼睛飞快地在我和赵明之间转动，似乎在寻找突破口。明明，妈拿那些钱是有用处的。婆婆突然抓住赵明的手，你不是一直想开个小店吗？妈是想给你攒钱做启动资金啊。赵明皱着眉头，妈，这钱是我和小雅的婚礼随礼，您不能自作主张。怎么？你也向着她说话了？婆婆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尖锐。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为这个家操劳一辈子，现在你娶了媳妇忘了娘。那些亲戚都是冲着我的面子来的，随礼本来就该归我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婆婆，随礼是给新人的祝福，不是给婆婆的酬劳。你懂什么？婆婆激动地站起来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父母操办子女婚事，收回一些成本是天经地义的。你们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一辈人有多不容易吗？赵明似乎被妈妈的话触动了，表情有些松动。妈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这事确实做得不对。我看着赵明心软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失望。我再问最后一次，我直视婆婆的眼睛，您是否愿意把随礼和剩余的婚礼预算归还给我们？婆婆横下一条心，那些钱我已经用来还债了。这些年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给你儿子买房子凑首付，我欠了不少钱。这次刚好用随礼还上。怎么了？赵明震惊地看着母亲，妈，您还有债务？您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那点工资够干什么？婆婆的语气充满怨气。要不是我四处借钱，你能有现在这套房子？能找到小雅这样的媳妇？我心里一沉。原来在婆婆眼里，我嫁给赵明是因为他有房子。赵明的脸色变得铁青。妈，房子是我自己努力买的，首付是我存的钱。
你存的。婆婆冷笑一声：“你忘了当初差10万首付，是谁借的钱给你垫上的？你以为那钱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我看着赵明呆滞的表情，心里升起一股寒意。婚前他告诉我，房子是他靠自己努力全款买下的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多隐情。无论如何，婚礼随礼是给我们新人的，您不能私自拿走。我坚持道。婆婆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：“你们年轻人真是白眼狼！我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，把日子过到现在，连点回报都不能有吗？那随礼本来就该是我的补偿。”回想我和赵明的相识，那是3年前的春天。那时我刚研究生毕业，进入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工作。赵明是公司的项目经理，比我大5岁，成熟稳重，工作能力很强。在一次项目合作中，我被他的专业素养和绅士风度所吸引，他主动追求我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惊喜。有一次下大雨，他冒雨送伞到我办公室，我加班到深夜，他一直在楼下等着送我回家。我生日那天，他准备了一场浪漫的烛光晚餐。这些小细节让我逐渐卸下心防，接受了他的追求。我们交往1年后决定结婚。当时，赵明向我展示了他的成绩单：30岁，有一套90平米的全款房子，存款30万，月薪2万，没有债务，父母都是退休教师，家庭和睦。在这个城市里，这样的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我也向他坦白了我的情况：28岁，研究生学历，月薪15000，有10万存款，父母是普通工人，家里条件一般。赵明说他不在乎这些，他爱的是我这个人。婚前我们去他家吃过几次饭，婆婆看起来很和蔼，对我也很热情，经常夸我漂亮、有学问。但有几次，我注意到婆婆会暗示赵明给她钱买东西，赵明也总是二话不说就转账。我问起这事，他只说妈妈年纪大了，想买什么就满足她吧。婚礼前2个月，我们开始筹备婚事。最初的计划是小型婚礼，邀请双方亲友各5桌，总共10桌，预算控制在10万元以内。我父母拿出5万元作为嫁妆，我自己再出5万元，这样基本够了。然而，婚礼前1个月，婆婆突然提出要扩大规模，说她有很多亲戚和老同事必须请，否则会没面子。她建议增加到25桌，并说她会帮忙张罗一切。赵明出于孝心，立即同意了。我有些担忧预算问题，赵明安慰我说不用担心。我妈说亲戚们的随礼会抵消增加的开支，
甚至还会有结余。于是，婚礼预算从10万增加到20万。我们各自又拿出5万元交给婆婆，她信誓旦旦地保证会把钱用在刀刃上，给我们办一个漂亮的婚礼。婚礼当天确实很热闹，来了近200位宾客。我忙着敬酒、换装、拍照，根本没时间关注随礼情况。婆婆主动请缨负责收礼金，说这是她的拿手好戏，让我们新人专心招待客人就好。婚礼结束后第2天，我们本应该去度蜜月，但赵明突然说公司有急事，蜜月要推迟。我虽然失望，但也理解工作的重要性。第3天，酒店财务打来电话，说婚宴尾款8万元还未结清，请我们尽快处理。我很震惊，因为我们已经给了婆婆20万元办婚礼，按理说应该绰绰有余。我给婆婆打电话询问情况，她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酒店搞错了，她会去核实。然后我顺便问起随礼的事，想了解一下总金额，好安排后续的答谢。婆婆含糊其辞地说，随礼啊，大概有5万左右吧。我还没仔细数，等过几天我整理好了再告诉你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按照我们的宾客规模和当地习俗，随礼金额不可能只有5万。我家这边请了7桌亲友，保守估计随礼就有6万以上。再加上赵明家的亲友，怎么也应该有10万往上才对。当晚，我悄悄联系了几位参加婚礼的好友，询问他们送了多少礼金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大致推算出我这边的亲友总共送了约8万元随礼。按照比例，赵明家那边的亲友随礼应该也有7万左右，总计至少15万。这与婆婆说的5万相差太大了。我决定进一步调查。我联系了负责婚礼的策划公司，要求提供当天的开支明细。结果显示，25桌婚宴加上场地布置、摄影摄像等服务，总共花费2万元。还有8万元尾款未付，这就奇怪了。我们给了婆婆20万，实际开支才2万，为什么还会有尾款未付？那多出来的8万去哪了？更让我不安的是，如果随礼确实有15万，加上多出来的婚礼预算8万，婆婆手里应该有将近19万元。这笔钱去了哪里？我偷偷查看了赵明的手机，发现婚礼当天，他给母亲赚了2万元，备注是妈妈红包。而婚礼前1天，他还给母亲赚了1万元，备注是买首饰。所有的疑点开始连接起来。我意识到婆婆可能私吞了我们的随礼和部分婚礼预算。
但没有确凿证据，我不敢贸然指责。当我翻阅婚礼当天的照片时，无意中发现了关键线索。有一张照片拍到婆婆在收随礼时，桌上放着一个记账本。我放大照片，模糊地看到本子上记录着宾客名字和金额，这让我眼前一亮。如果能找到这个本子，或许能揭开真相。我趁赵明不在家时，直接去了婆婆家，借口说要拿些婚礼上的东西。婆婆明显有些紧张，但还是让我进了门。在闲聊中，我假装随意地问起随礼的事。婆婆，我想整理一下随礼清单，好准备答谢礼物。您记录的本子在哪呢？婆婆脸色一变，什么本子？我没记啊。都是收到直接放口袋里的。是吗？我在婚礼照片上看到您在记录呢。我故作轻松地说。婆婆顿时慌了神。哦，那个啊，可能是随手记了一下，后来扔了吧？我记不清了。看她心虚的样子，我更加确定我的猜测没错。但我需要证据。于是我继续在婆婆家转悠，假装在找我的东西。终于，在客厅的书架上，我看到了一个眼熟的笔记本。趁婆婆去厨房倒水的功夫，我迅速翻开，里面果然详细记录着每位宾客的姓名和随礼金额。总金额正如我所料，超过15万元。而且本子后面还附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婚礼预算结余8万加随礼15，4万等于19，2万减去答谢礼物预算3万，实际所得16，2万。我用手机迅速拍下这些记录，然后把本子放回原处。回家后，我又联系了银行，查询了我们给婆婆的婚礼预算资金的去向，发现婚礼前，婆婆确实支付了大部分酒店定金和服务费，但还有8万元被转入了她个人的另一个账户。而在婚礼结束的第2天，她的账户突然多了一笔12万元的存款。种种证据表明，婆婆确实私吞了我们的随礼和部分婚礼预算。我决定直面这个问题，于是约赵明回家谈谈。没想到他刚到家，婆婆也跟着来了，还理直气壮地说要我们再给她5万元，用来支付酒店的尾款。这时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拿出了所有的证据。回到现在，客厅里的气氛凝重得令人窒息。婆婆的谎言被戳破后，她不再装可怜，而是露出了真面目。怎么了？我拿点钱怎么了？没有我，你们能结婚吗？那些亲戚都是冲着我的面子来的。赵明终于站了出来。妈，您做得太过分了。那是我和小雅的婚礼钱和随礼，您怎么能私自拿走？我过分？婆婆冷笑道。
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？现在娶了媳妇就翻脸不认娘了？你这房子首付还有我借的钱呢，怎么不提了？我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所以您拿走随礼，是为了还您当初借给赵明的首付款。那又怎样？婆婆理直气壮地说：母债子长，天经地义。赵明脸色铁青：妈，您当初说那钱是给我的，没说要还啊。给你的就是给你的，但你总该表示表示吧。我养你这么大多不容易啊。婆婆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。我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就指望你结婚能收些随礼补贴家用。怎么了？我看着赵明，心里一片冰凉。原来在婆婆眼里，儿子的婚姻只是她敛财的工具。婆婆，我冷静地说，我理解您为家庭付出很多，但这不是您私吞我们婚礼钱的理由。如果您真的有经济困难，可以直接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想办法帮您，但不能用这种方式。婆婆不屑地看着我，你懂什么？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父母操办子女婚事，收回点本钱是天经地义的。不然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，给儿子娶媳妇全搭进去，我老了怎么办？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金钱问题，更是价值观的冲突。在婆婆的观念里，儿子是她的投资，婚姻是她的回报期。那您觉得，一个母亲应该从儿子的婚姻中获取多少回报才算合理呢？我问道。婆婆被问住了，一时语塞。赵明终于下定决心：妈，我尊重您，但这次您做错了。那些随礼和婚礼剩余的钱，请您归还给我们。以后你有什么需要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会尽力满足您，但不能用这种方式。你这是要跟妈断绝关系？婆婆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喊。不是断绝关系，而是重新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。赵明坚定地说。最终，在我们的坚持下，婆婆不得不承认自己拿走了随礼和部分婚礼预算。她同意归还12万元，剩下的则以为儿子操办婚事的辛苦费为由扣下了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和赵明勉强接受了。毕竟，我们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一个态度，一个底线。这件事过后，我对婚姻有了更深的思考。婚姻真的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吗？当两个有着不同家庭背景、不同价值观的人走到一起，我们是否做好了面对所有冲突的准备？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婆婆拿走随礼的行为，暴露的不仅是她的贪婪，更是几代人之间价值观的巨大鸿沟。在她的世界里，养儿防老而孝母慈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而在我们这代人眼中，尊重与独立同样重要。或许，真正的幸福婚姻
不在于消除所有冲突，而在于学会在冲突中成长，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。当婆婆拿着支票离开我们家时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。我不知道她是否理解了我们的坚持，但我知道，这只是我们漫长婚姻路上的第一个挑战。而面对这样的挑战，你会选择沉默忍让，还是勇敢捍卫自己的底线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